话说当时刘备大军跟曹操在汉中打得难分难解，双方僵持不下。要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？刘备和谋士们都在绞尽脑汁，想办法来个出奇制胜，让战局出现转机。刘备：汉中战局焦灼，谁能为我军打开局面？法正：主公莫急，或可从粮草县下手。没想到老将黄忠自告奋勇，说他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宝刀未老，愿意当先锋去攻打曹操的粮道。他那股子冲劲让大家都非常佩服，真是老当益壮啊。黄忠：主公，老臣虽老，尚能饭否？愿为先锋，断曹操粮道。刘备：老将军宝刀未老，气概非凡。军师法正见黄忠心意已决，也特别叮嘱他要小心行事，不要硬碰硬，最好能用智谋取胜。毕竟对手是狡猾的曹操，可不能掉以轻心，得乘着应战。法正：老将军勇猛可嘉，但也要智取，不可蛮干，切忌伏兵之计。黄忠：军师之言，莫将铭记于心。黄忠领了命令，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对山。他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，准备好一切，就等着曹操的援军上钩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的痛击。黄忠：全军听令，依计行事，在此设伏，以逸待劳。士兵：遵命。将军威武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曹操得知黄忠进攻，立刻派出了大将张合前来迎战。张合带着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，根本没想到黄忠已经准备好了一场大戏等着他。张合：黄忠老匹夫，竟敢犯我粮道，看我如何擒你！士兵：将军神武，定能凯旋。黄忠看到张合来了，先是假装打不过，稍微后撤，做出一个诱敌深入的姿态。张合年轻气盛，果然中计，以为黄忠真的怕了，就带着部队追了上去。黄忠：暂且退避，引敌深入。张合：黄忠老矣，速速追击，勿让他跑了。就在张合追得兴起的时候，两边山谷里突然杀声震天，箭如雨下。黄忠的伏兵一涌而上，把张合的队伍打得措手不及，士气大跌，吃了个大亏。黄忠：放箭，杀！张合中计矣。张合：不好，中埋伏了，快撤！张合虽然逃脱，但损失惨重。曹操知道后非常生气，立刻又派出了另一员大将徐晃前去增援。看来曹操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条粮道的。曹操：黄忠老而不死，徐晃，你速速增援，务必夺回粮道。徐晃：末将领命，定不负主公所托。黄忠面对曹操的援军，没有急着进攻，而是稳稳地守住阵地，采取了逸待劳的策略。他让士兵们休息好，养精蓄锐，等敌人疲惫了再出击。黄忠：敌军远来疲惫，我军坚守待机，此乃以逸待劳之策。副将：将军高明，末将佩服。果然，曹操的援军在对山耗费了大量精力，精疲力尽。黄忠看准时机，发起反击，最终成功击退了曹操的军队，牢牢地控制住了对山这条重要的粮道。黄忠：敌军已疲，正是反击良机，杀！士兵：杀败曹贼，将军威武。话说曹操虽然损失了对山粮道，但他很快又在汉水附近建立了一个新的大粮仓，
囤积了大量粮草，想稳住阵脚。这个粮仓对曹操来说可是重中之重。曹操，汉水粮仓乃我军命脉，务必严加看守。许褚，主公放心，末将在此，万无一失。刘备得知曹操在汉水建了粮仓，又想派人去夺取。黄忠老将军刚刚立了大功，更是士气高昂，又抢着要带兵去攻打这个新粮仓，想再立新功。黄忠，主公，让我去劫粮，一举捣毁曹贼根基。刘备，老将军虽勇，亦当量力而行。不过这次赵云看到黄忠如此冲动，有些担心，便劝他要冷静，不要轻敌。赵云提醒老将军，虽然勇猛是好事，但也要考虑周全，以免中了敌人的埋伏。赵云，老将军勇猛固然可敬，但曹军诡计多端，还需谨慎行事。黄忠，子龙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黄忠没听劝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带着少量兵马就去劫粮了。他一马当先，冲到了曹操的粮仓前，准备发动突袭。没想到危险正在悄悄靠近。黄忠，区粮仓，看我老将军如何破之。士兵，杀呀，跟随将军。果然，曹操早就料到刘备会来劫粮，设下了埋伏。当黄忠冲进去的时候，曹操的大将们，包括许褚、张合、徐晃，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，把黄忠团团围住。许褚，黄忠老儿，今日看你往哪跑？黄忠，不好，中计了。赵云在营地里等啊等，黄忠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回来，他心里一急，立刻带着张翼等人赶去救援。他知道老将军可能真的遇上麻烦了。赵云，老将军久未归，恐有不测。张翼，随我前去救援。张翼，遵命，将军。只见赵云单枪匹马，如同一条白龙，直冲曹操大军。他左冲右突，万夫莫敌，在乱军中找到了黄忠，将他从重重包围中救了出来。真是英雄盖世。赵云，黄忠老将军莫慌，赵云来也。黄忠，子龙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赵云救出黄忠后，带着部队边打边撤，曹操的大军则紧追不舍，喊杀声震天。赵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想个奇招才能摆脱困境。赵云，敌军追得紧，必须寻求脱身之计。黄忠，子龙小心，切莫恋战。赵云回到营寨，却命令士兵们大开寨门，放下旗帜，假装营地里没人。曹操的将士果然不敢轻易进攻，怕有埋伏。这时候，赵云突然擂鼓放箭，吓得曹军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赵云大开寨门，偃旗息鼓，待敌军进，擂鼓放箭。曹操军，不好，有埋伏，快退！这一下，赵云不仅成功解围，还大败曹军，抢了许多粮草物资，可谓是奇功一件。刘备听说后，忍不住赞叹：“子龙一身是胆也。”刘备，子龙一身是胆也，当真有勇有谋。法正，赵将军之智勇，世所罕见。话说，曹操在阳平关和刘备僵持好久，打又打不赢，退又心不甘，真是烦透了。每天对着地图发愁，
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！曹操，这刘备真是难缠，打不下来，我心有不甘啊。却说另一边，诸葛亮看到了曹操的困境，心里早就有了鬼主意。他跟刘备说：“咱们不用硬碰硬，来个智取，保证让曹操灰溜溜的跑掉。”诸葛亮：“主公莫急，曹操已是强弩之末，亮有一计，可取汉中。”果然，诸葛亮派了魏延去曹营前叫骂挑战。曹操听了可不屑了，心想这小把戏能奈我何？他哪知道这正是诸葛亮挖的坑呢。魏延：“曹操老儿，快快出来受死！你这无胆鼠辈！”曹操：“哼，区魏延也敢在此叫嚣，不足为惧。”没过几天，曹操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到一只白猪冲进他的营帐，吓得他惊醒过来，心里觉得毛毛的。这梦究竟预示着什么呢？第二天，曹操把梦告诉谋士贾诩。贾诩听了，脸色凝重，建议曹操：“主公，此乃不祥之兆，不如暂时退兵，以避其锋芒。”贾诩：“主公，白猪入帐，恐非吉兆，不如暂退，以图后计。”曹操：“退兵，可我实在不甘心啊。”曹操虽然心里很不情愿，但贾诩说的有理。于是他传下命令，当晚的口令是饥乐。这两个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没滋没味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曹操：“今夜口令就定为饥乐吧。”话说杨修这个人啊，聪明是真聪明，就是太爱卖弄小聪明了。他一听到饥乐这口令，马上就懂了曹操的心思，觉得撤兵在即。杨修：“主公传饥乐口令，是说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”杨修还自作主张，叫手下人收拾行李，准备撤退。他以为自己洞悉先机，聪明绝顶，却没想到这是走向危险的一步。杨修：“快快收拾行囊，主公即将撤兵了。”曹操巡视营帐，看到杨修的营地都在收拾东西，气得他火冒三丈。这杨修竟然敢擅自揣测军心，还搞得人尽皆知，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。曹操：“杨修这厮竟敢乱我军心，简直无法无天。”曹操一怒之下，立刻下令将杨修斩首示众。杨修就这样因为自己的聪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真是可惜呀。曹操：“传我将令，斩杨修示众，以儆效尤。”就在曹操为杨修的事气恼不已的时候，诸葛亮抓住时机，命令黄忠、赵云等大将突然对阳平关发动猛攻。诸葛亮：“机不可失，传令黄忠、赵云即刻攻打阳平关。”曹操的军队本就军心不稳，又被杨修的事情搞得人心惶惶，现在突然遭到攻击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大家兵败如山倒，乱作一团。曹兵：“不好啦，敌军杀进来了，快逃啊！”曹操眼看大势已去，阳平关是守不住了，他只能咬牙下令全军撤退，赶紧从汉中撤出去，保住剩下的兵马。曹操：“撤退，全军撤退，暂避锋芒，回长安再议。”曹操的军队一边撤退，一边还要提防埋伏。果然，半路上又被黄忠和赵云的伏兵杀个措手不及，士卒们死伤惨重，哭爹喊娘地逃窜。黄忠：“贼兵休走，老夫在此，受死吧！”赵云：“杀！莫放走一人。”曹操好不容易逃到斜谷，本以为能喘口气，
没想到又遭到伏击，他的兵马被困在谷中，损失惨重，几乎是溃不成军了。曹操在乱军中狼狈逃窜，差点被刘备的部将活捉。他顾不得其他，只求保住性命，就这样一路向东狂奔，终于摆脱了追兵。曹操，快突围，保住我性命要紧！等到曹操退兵，刘备的军队正式进入汉中，收复了这块重要的战略要地，百姓们夹道欢迎，士气大振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百姓，刘皇叔万岁！汉中归汉了。刘备收到汉中光复的消息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立刻召集众将，大摆宴席，庆祝这次辉煌的胜利。大家都为诸葛亮的智谋赞不绝口。刘备此番能得汉中，孔明居功至伟。宴席上，诸葛亮向大家解释了整个计谋的精妙之处，从击乐到设伏，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，让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诸葛亮，曹操心性多疑，加之孟赵，撤兵之意早已萌生。将领，军师神机妙算，亮佩服。最终，刘备在众人的拥戴下，正式加冕为汉中王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。从此，他的声望和势力达到了顶峰，为日后建立蜀汉奠定了基础。刘备，孤今日承蒙厚爱，并不负汉室宗亲之望。话说刘备平定汉中后，声势大涨，底下的将领和谋士们看到主公如此威武，都觉得是时候更进一步了。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着要劝刘备登基，成为汉中王。马超，主公威震天下，理应称王，以安天下民心。法正，是啊，这可是顺应天意民心的大事啊！没想到刘备一听到这个提议，立刻摆手推辞。他觉得自己德行不够，怎么能轻易称王呢？他谦虚地说：“这样会让天下人笑话的，他可不愿意。”刘备，我德薄才浅，何敢称王？这会让天下人笑话的。这时候，军师诸葛亮站出来了，他耐心地解释：现在天下三分，刘备必须称王，才能凝聚人心，对抗曹操。他搬出各种理由，就是要说服刘备。诸葛亮，主公，如今形势危急，不称王不足以号令天下，凝聚人心。诸葛亮，这不仅是大家的期望，更是兴复汉室的关键一步。在诸葛亮和众人的轮番劝说下，刘备终于被说动了。他长叹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重担。看来，兴复汉室的责任终究是要扛起来的。刘备，既然众人如此坚持，备愿担此重任，不负天下所望。于是，一个盛大的仪式在汉中隆重举行。刘备身穿华服，登上高台，接受百官的朝拜。他正式宣布自己为汉中王，一个新的时代序幕就此拉开，气氛庄严而激动人心。刘备登基后，开始论功行赏，封官进爵。他下令册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为五虎大将。这五位将军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英雄豪杰，这个封号真是实至名归。刘备今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为五虎大将军。
却说在荆州的关羽，听说刘备封了五虎大将，心里却有点不舒服。特别是听到马超也和自己平级，他可是有点不服气了。毕竟关羽自认是天下第一好汉啦。关羽、马超何人也？焉能与吾并列？岂不入没大丈夫之名？刘备知道关羽脾气大，特地派使者费师去荆州，好言劝慰。费师领了命令，带着汉中王的诏书，急忙赶往荆州，心想这差事可不好办，得小心应对啊。费师奉王命，前去荆州安抚关将军，责任重大啊。费师来到荆州，见到关羽后，巧妙的一番说辞。他强调刘备对关羽的重视，并解释五虎将的封号是为了凝聚天下英豪，共同匡扶汉室。一番话说的关羽心服口服。费师，汉中王与您情同兄弟，岂有轻慢之理？此乃大局为重啊。费师，马超虽勇，又怎能与将军您相比？听了费师的话，关羽终于明白了刘备的苦心。他心中的不快烟消云散，收起了傲气，拱手向费师致谢，表示自己会领受封号，愿为汉中王效力。关羽蒙兄长厚爱，费将军开导，关某知错，愿领此重任。话说另一边，吴国的孙权也坐不住了。他看刘备势力越来越大，心里盘算着如何收回荆州。于是他派使者前来，看似祝贺刘备称王，实则想探探虚实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吴使恭贺汉中王登基，我主孙权愿与王共享太平。关羽，荆州乃我蜀汉重地，岂容他人窥探？刘备深知荆州的重要性，也知道关羽性子烈，于是他写了一封密信给关羽，指示他趁曹操与孙权僵持之际，发兵攻打樊城，牵制曹操，为北伐做好准备。刘备旁白信件：云长趁曹操与孙权相持之际，可进兵樊城，牵制魏军。关羽接到刘备的命令，顿时精神大振，他立刻点齐兵马，调拨粮草，准备出兵樊城，是要攻下曹操的重镇，为汉中王立下赫赫战功。关羽众将听令，点齐兵马，即刻发兵，直取樊城。曹操得知关羽进攻樊城，立刻派大将曹仁坚守。曹仁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他严阵以待，加固城防，准备给关羽一个下马威，誓死守住樊城。曹仁，关羽来势汹汹，吾等必须严防死守，绝不能让其越雷池一步。两军在樊城下对峙，战况激烈。没想到天公不作美，突然连日大雨倾盆，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片湿漉漉的雨雾之中。士兵们都在抱怨这恶劣的天气。连日暴雨让汉水水位暴涨，河水汹涌奔腾，淹没了两岸的田地。只见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地向樊城方向漫去，这让关羽看在眼里，心中一动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小兵，将军，这汉水水位涨得太高了，恐有水患。关羽见机不可失，立刻下令掘开大堤，引汉水灌向樊城。只见滔天洪水如同猛兽般冲向曹军营寨，曹军猝不及防，瞬间被大水吞噬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关羽传令，速速掘开大堤，水淹七军。曹操的援军于禁和庞德被大水围困，损失惨重。庞德奋力抵抗，浴血奋战，但在洪水面前，人力终究有限。
他最终被关羽的士兵生擒活捉，英雄末路，令人叹息。庞德，吾宁死不降。水淹七军之后，樊城也难以坚守。于禁见大势已去，只好束手投降。关羽乘胜追击，很快就攻下了樊城。这场大捷让关羽威震华夏，名声一时无两。关羽，樊城已下，传我军令，将于禁押入大牢。远在许都的曹操听闻关羽水淹七军，生擒庞德，于禁投降，攻克樊城的消息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焦虑不安，甚至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。关羽的威胁让他寝食难安。曹操，关羽虎威甚烈，孤当如何应对？难道真要迁都避其锋芒？话说曹操派于禁和庞德去援救樊城。庞德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三心二意，直接带来一口棺材，誓死报效主公，这气势可把大家吓坏了。庞德，我庞德这次出征，必死无疑。于禁，将军何必如此？却说关羽在樊城外围攻，听说曹操派了于禁和庞德来，他没把于禁放在眼里，但听说庞德连棺材都抬来了，觉得这人很不简单，决定要好好会会他。关羽、庞德此人倒是有些骨气。周仓，将军定要小心。两军对垒，关羽和庞德一交手，那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两人打了几十回合，刀光剑影，杀得难解难分，让两边的士兵都看得目不转睛。没想到这场激烈的战斗才刚告一段落，老天爷就变脸了。天色忽然阴沉下来，接着倾盆大雨哗啦啦地降下来，一连下了好几天，简直没完没了。糟糕的是，这樊城周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，几天的大雨下来，汉水水位暴涨，河水开始漫过堤岸，向着于禁和庞德的营寨汹涌而来，情势十分危急。眼看着营寨变成一片汪洋，于禁焦急万分，他赶紧下令士兵们向地势比较高的小山头撤退，希望能躲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水，保全性命。可真是狼狈啊！于禁，快向高地撤退！士兵，将军，水涨得太快了。庞德却不肯退，他站在仅存的土丘上，大水围绕着他，但他还是紧紧抓着他的棺材，坚持要死守不退。那份忠义真是让人佩服，也让人感叹不已。庞德，我庞德岂能退缩？于禁，将军，这是天灾啊！很快的，曹操的援军，也就是七军，大部分都被大水困住了。士兵们挤在几个小山头上，或者在简陋的木筏上漂浮，粮食和补给都泡在水里，士气低落。关羽一看这情景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这简直是天助我也！他立刻命令士兵们准备好小船和弓箭手，准备利用这场大水，一举消灭敌军，真是神来之笔。关羽，天助我也！关平，父亲英明。关羽一声令下，无数的小船如同离弦之箭，向着被困住的曹军冲去。弓箭手们万箭齐发，落入水中和丘上的士兵群里，曹军根本无力反击，溃不成军。于禁看着自己的将士们一个个被击溃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心里明白大势已去。为了保全性命，他无奈地放下了武器，向关羽投降了，保住了小命。于禁，我愿投降。关平，
于禁已降，但庞德却是宁死不屈。他手持长刀，在小小的土丘上奋力抵抗，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，但他依然像一头受伤的猛虎，奋力厮杀，直到最后一刻，真是铁骨铮铮。庞德，我庞德绝不投降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尽管庞德勇猛无比，但终究寡不敌众。在几名将士的围攻下，他终于力竭被擒，被带到了关羽的面前。英雄末路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关羽看着这个曾经让他头痛不已的对手，心生敬意。他想劝庞德投降，毕竟这样一位猛将，能为己用是最好的，也算是不枉费他一身武艺。关羽将军忠勇，我愿与你共事。关平父亲厚爱，莫错过了。庞德却是破口大骂，他宁愿一死也不肯背叛曹操。他那番话铿锵有力，让关羽也没想到，这个人竟然如此坚贞不屈，真是个硬汉子。庞德，我乃魏将，岂肯犟贼？庞德，庶子，速速杀我！既然庞德如此不识抬举，关羽也知道不能强求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忠烈汉子，虽然惋惜，但也只能忍痛下令，将庞德斩首示众，以明军纪。关羽，既然如此，左右斩了。周仓领命。最终，庞德就这样慷慨赴义了。他的忠心和勇气，即使是敌人都为之动容。一个真正的英雄，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何谓宁死不屈，流芳百世。曹操得知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杀的消息，心如刀割。他痛惜庞德的忠义，也为于禁的软弱感到愤怒和失望。这场胜利来的真是代价惨重啊！曹操，于禁竟不如庞德。曹操，可惜我庞德啊！这次水淹七军的胜利，让关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。他不仅解了樊城之围，还生擒了于禁，斩了庞德，威震华夏，一时风头无两，可谓震古烁今。士兵，关将军威武；百姓，关公真乃神人也。尽管关羽取得了大胜，但这场胜利也让孙权和曹操都感受到了威胁。他们心里都开始盘算着如何应对这位声威日盛的关羽，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，风云再起。话说关羽正在攻打樊城，没想到却被敌人射中一箭，毒箭穿透他的左臂，毒素很快就蔓延开来，手臂又肿又痛，大家看了都好心疼啊！士兵，将军，您的手臂，快请军医啊！关羽手臂的毒伤越来越严重，痛得他睡不着觉，连夹菜吃饭都困难。虽然痛得冷汗直流，但他还是强忍着，不让大家看见他的脆弱。关羽，小伤罢了，休要大惊小怪。士兵，将军，您的脸色好差，还是请医生来看看吧。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位神医，名叫华佗。他听说关羽受伤，特地赶来帮忙。这位传奇名医一出现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华佗，在下华佗，特来为关将军疗伤。关平，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快请入内。华佗仔细检查关羽的伤口，发现箭头上的毒素已经深入骨髓。他告诉关羽，必须要刮开骨头，把里面的毒素刮干净，才能彻底治好。华佗，将军的毒已入骨，
须刮骨去毒。关羽刮骨，先生尽管施为，吾当忍耐。华佗准备动手术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建议关羽绑起来，免得他痛得乱动。没想到关羽却笑着说不必，还淡定地跟人下起围棋来，真是铁汉一条啊！关羽何须如此？来人，与我对弈一局。华佗将军，此乃大手术啊！只见华佗用刀切开关羽的手臂，露出白森森的骨头，然后开始刮骨，骨头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还流出黑色的毒血，在场的人都吓得脸色发白。整个刮骨过程，关羽竟然纹丝不动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一边下棋一边谈笑风生，好像完全没感觉到疼痛一样。手术完成后，他还能举起酒杯庆祝。关羽先生妙手回春，吾手臂恢复如初。华佗将军真乃神人也。华佗完成任务后，深深佩服关羽的勇气和忍耐力，称他是神人也。他婉拒了丰厚的报酬，潇洒地离开了，留下一个传奇故事。华佗此等勇气，在下闻所未闻。关羽先生医术高明，救命之恩永世不忘。却说东吴那边，大都督吕蒙看准关羽正在攻打樊城，后方空虚，心里盘算着要偷袭荆州。他先假装自己生重病，引开关羽的注意力。吕蒙，哎呀，我这病重的厉害，恐怕是撑不住了。孙权，吕将军好好养病，莫要操劳。孙权来看望吕蒙，吕蒙趁机推荐了一个年轻人陆逊。他说陆逊年轻有为，可以代替他总督兵马。孙权听了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答应了。吕蒙，陆逊才华出众，可当大任。孙权，陆逊年纪尚轻，能担此重任吗？关羽听到吕蒙病了，换成陆逊接替的消息，心里轻松了不少。他觉得陆逊乳臭未干，根本不足为惧，对荆州的防备也没那么警惕了。关羽，哼，区区一个陆逊，何足挂齿。王府，将军还是小心为妙啊。陆逊上任后，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关羽，信里把关羽夸得天花乱坠，说自己年轻识浅，不如关羽万分之一。这封信把关羽哄得乐开怀。关羽，这陆逊倒也是趣，知道吾的厉害。陆逊，关将军神勇无敌，世间无人能及。关羽被陆逊这封信哄得心花怒放，彻底放松了警惕。他把守卫荆州的兵马都调去攻打樊城了，荆州城内几乎是空城一座，危机四伏。关羽，东吴不足为虑，尽发兵马攻下樊城。马良，将军，荆州防务不可不慎啊。吕蒙一看时机成熟，病也好了，立刻秘密召集精兵，准备从水路偷袭荆州。他要让关羽万万想不到，他竟然会用这种方法。吕蒙，传我将令，所有船只秘密集结。将军，都督妙计，关羽定然想不到。吕蒙命令士兵们换上白色的平民服装，假扮成商人、渔夫或是普通百姓。他们的战船也装扮成商船，要悄无声息地潜入荆州。吕蒙，换上便衣，扮作商贾渔民，不可露出破绽。士兵，遵命，保证让关羽大意轻敌。万万没想到，当晚东吴大军就这样趁着夜色，装扮成普通百姓，悄悄地渡过长江，直奔荆州城下。一路上，
关羽的哨兵竟然毫无察觉。守城的士兵们看到船只靠近，以为只是普通的商船，没想到船上的商人突然亮出武器，一拥而上，荆州城门就这样轻轻松松被攻破了。吴军杀啊！夺回荆州！守兵不好，是东吴军队。关羽还在樊城奋战，忽然接到急报，荆州失守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前线战事焦灼，后方老家却被偷了，这下可糟了。关羽，什么？荆州失守？这怎么可能？斥候将军，千真万确，吕蒙已入荆州。关羽得知荆州失守，立刻放弃了樊城，火速带兵回援荆州。他心急如焚，没想到自己一时大意，竟然会让东吴钻了空子，悔不当初啊！关羽，速速回荆州，吾绝不让吕蒙得逞。周仓，将军莫急，我等誓死追随。吕蒙占领荆州后，没有烧杀抢掠，反而派人去关羽家中慰问，安抚他的家属。这一招果然高明，让关羽的将士们得知后，纷纷失去战意。吕蒙善待关羽家属，不可侵扰百姓。吴军，将军们，家属平安，我们还打什么？